我觉得自我认识其实蛮重要的，所以那时候在课程的规划里面，我们的前期就是让孩子们先去画自己的自画像。外观眼睛很小，那双，然后很像女巫。女巫？对啊，但是她头发可能真的很像，然后睫毛很长。啊？我是鸵鸟，骆驼的睫毛。鸵鸟也很聪明，也很聪明，然后热心。我没有要求他们要画很像，而是他心中想要的样子。因为我觉得要谈未来之前，要先了解自己的能力，或者自己现在有什么，怎么样去看待自己这件事。你可以去访问一下别人眼中的你。我是怎么样的？非常好笑的。好像大美女上镜了。虽然不很外向，但是其实一颗内冷外热的。可以随意的翻阅哈，然后再来去用安妮新闻的周哈里窗的文章，然后让带领孩子去认识原本的我，然后一直到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别人是这样看我的，所以我自己看自己有一个盲点跟误区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自我的部分，其实我不是很愿意跟别人揭露。你有什么想要隐藏起来的事情？好啦，我暑假过后都没有长高。他暑假过后没有长高，所以你想要隐藏这件事情吗145还是145还是145？你有点伤心吗？也还好。忧虑。大家原来会去发现，同样一个人格特质，可是大家所呈现出来的样貌跟形态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是一个肢体很微妙的地方，它是突破语言限制的。去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想象的自己跟我想要的自己，跟我最后可以达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，好像是有一个距离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对我有说过我不会骑脚踏车，所以我比一个骑脚踏车的姿势。然后第四个呢，是因为我想要体验跳伞的那种快感，然后就一个惊恐的姿势。我觉得不是所有的特质它只有一个单一的定义，所以我反而只跟孩子们做比较多的是这些特质的讨论，然后让他们去思考说，我是具备哪项的特质，我们要怎么样转化成一个优势的能力。请你从以上的这个兴趣表里面找出才能，所以不是每一种兴趣都可以变成才能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有了这些能力，有了这些兴趣，未来哪一些事情是你愿意持续的投入你的热情，愿意的不断花时间去尝试的事？我觉得梦想的抵达应该是说，更深度的去了解自己，其实从这里面打开了一个窗。所以安妮新闻对于孩子来讲，我觉得它只是一种触动，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个路径引导孩子们去思考出来。所以在梦想的抵达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终点，它是一个不断在追求的过程。然后这个是作家写小说的，然后这个是画家。这是医生，然后就是画家，然后就是游泳选手吧。然后这个是奇怪的警察。我希望这个课程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然后那个答案是可能5年后、10年后才会发酵的。那回过头再来思考我们这次做的课程，原来我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，我以前觉得这件事情，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自己是一件有趣的，或是一个原来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了解我的梦想是什么，我的梦想在哪里，然后我还可以再为我的梦想做一点什么。